凌晨时分，乌军出动，俄罗斯的宝贝疙瘩又被干掉了，现场还燃起了熊熊大火。这一点让火力军看到都觉得一丝无语。S-400防空系统才部署1个来月，这就已经被摧毁好几套了。至于 S-300什么的就不说了。乌克兰也是当即发表声明，我们空军兄弟出动了米格29，采用超低空突防技术，在最大限度逼近克里米亚的俄军防空基地后，用 AGM-88 反辐射导弹干掉了先进的 S-400防空系统。现场还发现了一枚比较完整的导弹残骸，堪称人证物证齐全。本来这个防空基地是俄军用来保卫克里米亚的，结果刚把 S-400防空系统调过来1个多月，就被乌军摧毁了。关键是火力军还了解到，这个阵地还部署了远程预警雷达，已经在这儿数年了，对中高空目标探测距离达到了700公里。整个黑海空域和乌克兰东南部都在监视范围之内，然而还是没能阻止 AGM-88 的摧残。前段时间，乌军就用 AGM-88 摧毁了新型防空雷达 Perdlate K1， 这套雷达2020年才装备俄军，探测距离最远可达300公里，低空以及超低空来袭目标都逃不过监测。比如低空飞行的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等武器，属于杀手锏级别的武器，俄军手里也没几台。自从 AGM-88 到了乌克兰以后，俄军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从 S-300 防空系统到道尔 M2 野战防空导弹系统，俄军甚至开始将原本部署在叙利亚的防空系统抽调回国。由此也可以看出，俄罗斯防空部队的作战压力确实不小。此前，美国公开宣布援助了 AGM-88， 乌克兰也公开了米格29发射 AGM-88 的影像资料。这个反辐射导弹就是专门对付雷达、通信设施等有大量电磁波辐射的设备。首先就说明了，乌军的米格29已经可以兼容美制弹药，有可能是北约提供了技术支援。俄军 S-400 不仅没有拦截到来袭的 AGM-88 反辐射导弹，连来袭的乌军米格29战斗机都没有成功拦截，被偷摸进来直接干掉，简直就是耻辱。要么是俄军疏忽大意，要么就是俄军雷达不行。S-400防空系统还号称拥有一定的反导能力，曾被认为当今最先进的防空系统，结果却被直接干掉了。不仅会直接影响这个地区的防空能力，还会对 S-400 的外销产生一个负面消息，同时也说明俄军在对付反辐射武器方面有很大的漏洞和短板。而随着 AGM-88 不断给俄军防空网挖眼，使得乌克兰能够利用这些漏洞对俄军纵深目标发动攻击，包括袭击俄军后方指挥所和弹药库等目标。之前乌军就轰炸了新卡霍夫卡大桥。考虑到米格29战机的航电限制，乌军估计不能发挥 AGM-88 的全部性能，很可能是在地面上就设定了导引头参数，专门打击已经暴露的俄军雷达。即便如此， AGM-88 还是对俄军造成重创，表现甚至还超过了俄军所使用过的 KH-31P 系列反辐射导弹。后者虽然在战争初期大量使用，但并未打开空袭乌克兰纵深的有效通道。跟 AGM-88 在战场上的表现相比，一个天一个地。在现代战争中，雷达与制导武器系统面临着各种反辐射导弹的威胁。他们可以通过雷达的电磁波引导导弹攻击雷达，对雷达和操作人员已经构成了致命威胁。美军在海湾战争曾发射了上千枚 AGM-88 反辐射导弹，彻底摧毁了伊拉克的 C-31 防空雷达系统，奠定了海湾战争的胜利。面对这么厉害的武器，难道就没有反制手段吗？现代防空体系中最重要的探测设备就是各种雷达了，能够进行预警探测、防空警戒以及火控制导，在对空中目标探测、跟踪和识别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随着防空系统的飞速发展，反辐射导弹应运而生了。被称为雷达克星的反辐射导弹是闻着敌方雷达电子辐射气味导弹自身飞行的。在反辐射导弹这一领域，美国是最先发展的国家，同时也是实力最强的国家。谁能取得电磁频谱的控制权，谁就能决定战争的走向。反辐射导弹这种硬杀伤手段简单有效，还没有什么后遗症，可以充分适应信息化战场的作战环境。
这种导弹在目前的战场上对雷达的破坏性可谓是致命的，既能迫使敌方防空导弹或防空炮失去搜索与锁定攻击的能力，也能影响敌方的防空指挥系统引导战机进行空战的能力，最终达到破坏敌方防空网络的战术目的。运作原理是，导弹的寻标头会搜索在资料库内特定的电磁讯号来源，并从一大堆干扰讯号中识别与锁定该讯号，并以这个讯号为导引，最后让导弹击中目标。只要辐射源在资料库内，就能追踪与打击，所以并不只打雷达，并且有些反辐射导弹还拥有记忆能力，即便被攻击雷达紧急关闭，导弹仍可以记忆原有坐标进行打击。不过反辐射导弹也有自身的限制，由此也发展出了一些对付反辐射导弹的手段。反辐射导弹的导引头天线受限于弹径尺寸，对于工作频率较低的米波雷达或更长波段的雷达难以精确测向和定位，其灵敏度和动态范围有限，对于超低伏半雷达难以实现精确追踪，不能区分出雷达和辐射假信号的雷达诱饵。所以米波雷达也被认为天生反制反辐射导弹，不仅可以保护自己不受到伤害，还可以时刻向友军传达敌方位置。然而俄军号称可以对付 F-22 的米波雷达，依然没有逃过被乌军摧毁的命运。就在8月22日，乌军消灭了2套 S-300 防空导弹系统以及俄军新型雷达，代号为 Nibur-M 雷达。这是一种典型的以米波雷达为核心的多波段频率雷达系统。不过在火力军看来，被 AGM-88 摧毁的概率并不大，因为它并没有对付米波雷达的能力，很有可能是美军提供了某种更为先进的导弹。说不定美军已经下场亲自对付俄罗斯了。早期对付反辐射导弹的方法还有让雷达关机的办法，这种手段对付第一代反辐射导弹比较有效，但在反辐射导弹开始加装记忆功能后，作用就变得小多了。面对反辐射导弹的威胁，也可以选择加固雷达阵地，并采用多重备份的方式，这样在被直接命中时可以减少损失。可以维修的马上更换部件，被彻底摧毁的则迅速启用下一套备份系统。这种对抗手段简单粗暴，凭借的就是血多扛揍，但目前这种方法已经基本抛弃，因为在使用成本上还是挺高的。另外也有采用反辐射导弹告警技术的，利用反辐射武器镜像速度较大且沿镜像飞向雷达的运动特点，告警系统一般会选择多普勒雷达或脉冲多普勒雷达，可以和相控阵雷达协同工作，通过多普勒雷达或成像雷达等手段识别出反辐射导弹的回波或图像，从而发现反辐射导弹，发出告警信号，引导干扰系统实施有效干扰。对于告警系统来说，目前的近程搜索雷达想及时发现反辐射导弹还是比较困难，所以这时候就需要专用雷达了。例如高频脉冲多普勒雷达系统，这种雷达具有成本低、运输方便的优点，可以安装在雷达站附近，与雷达电缆连接，各自工作在不同频率，能够及时发现反辐射导弹并迅速告警。电子战也是比较有效的办法。早期的反辐射导弹频率窄，而且还是固定的，是在飞机起飞前把敌方特定雷达的频率装定的，所以雷达只需要更换频率，导弹就没办法了。后来反辐射导弹经过改进，可以随时搜索并跟着敌方雷达更换频率，这就要看双方的电子战水平了。如果雷达跳频幅度够大，速度够快，反辐射导弹就跟不上。另外也有雷达组网技术、双基地雷达技术以及分制式雷达技术等。雷达组网工作时可以组成2点源或多点干扰源，以此来影响反辐射导弹对雷达的定位。雷达也可以安装在机动车辆上，可以在受到威胁时迅速转移工作地点。采用 C31 防空系统雷达组网技术，网内各雷达交替开机，轮番机动，对反辐射导弹构成闪耀电磁环境，使其跟踪方向、频率、波形混淆。组网的关键就在于各雷达站严格同步，指挥中心处理信息和坐标归一化能力。至于双基地雷达的方式，就是将发射机和接收机以最大距离分别部署雷达，可以把发射机部署在后方。在这种情况下，有利于双基地雷达发射机远离作战区域，再加上接收机是无源的，用一般的电磁设备无法检测到接收机的位置，用干扰机也无法影响这种双基地雷达。设法使雷达信号不被截获，就可以避免雷达免受破坏。
而这正是各国目前研究的低截获概率雷达的目的。通过许多综合手段，可有效避免被发现，从而实施有效对抗。另外，也可以通过软杀伤的手段，包括有源和无源诱饵诱骗反辐射导弹，其工作频率、发射波形、脉冲定时及扫描特征等方面与雷达发射机完全一致。例如，用激光致盲武器对反辐射导弹进行软杀伤，使用人为有源干扰，扰乱导弹导引头的电子设备，使用核脉冲导弹将反辐射导弹的电子线路进行破坏。为了防止反辐射导弹的进攻，也可以升高雷达天线，在一定距离上放置反射雷达波束的金属带，距离和箔条反射体的距离相当。早期的反辐射导弹多采用无线电近炸引信，新型反辐射导弹普遍采用激光近炸引信，另外也会采用被动导引和红外导引等复合制导技术。借助这个特性，可以在雷达和反辐射之间投放专用介质，造成反辐射导弹的导引误差。反辐射导弹具有激光近炸引信等光电装置，通过激光致盲的方式对其实施软杀伤也是可行的。另外，也可以使用硬杀伤武器，使用高能激光武器或射速武器摧毁反辐射导弹，用火炮密集阵拦截反辐射导弹，采用歼击机和防空导弹，可对载机进行拦截，在其未发射反辐射导弹之前就将其击毁。高能激光武器具有快速、灵活、精确、抗电子干扰和威力大等优点。虽说研制成本比较高，但使用费用低。在作战效果相同的情况下，高能激光武器每发射一次仅需几百到几千美元，而一枚爱国者导弹则高达数十万美元。物美价廉还好用，采用火炮密集阵拦截反辐射导弹，也是一种比较有效的防御措施。现代很多远程防空导弹系统都会专门配备近程防御系统。近程防御系统最大的特点是反应敏捷、机动性强，可以在短时间内部署到指定位置并展开攻击。比如俄罗斯的铠甲弹炮合一系统，一用来防御低空突防的各种飞行器，二则配合防空系统摧毁来袭的反辐射导弹。不过，俄罗斯的这个装备貌似也被摧毁了。在火力军看来，俄罗斯还真没有能力对付美国的 AGM-88，这就是世界第2的军事强国，如今真的漏了气。好了，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